大家好，我是准时更新、从来不割的星辰。2024年2月，平和浪漫的巴黎传出一则非常炸裂的消息：奥运安保计划被偷了。按说呀，如此重大纰漏，搁其他地儿啊，够10条热搜了。不过，在素以拿来主义出名的欧洲大区，这波是耗子钻猫窝，掏着大的了。起因是巴黎市政厅的一工程师将装有安保计划的 U 盘随手放进手提包，随身携带，随意乘坐火车，随意放在行李架。等到准备换乘时一扭头，哎呀妈呀，包没了！接到警情后，警方当即表态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小偷了，必须出重拳，监控层层排查，并上报市政厅。没想到的是，等到的却是市政厅的辟谣消息：老乡们稍安勿躁啊，都怪记者乱报，被偷的只是交通部门的内部笔记，一点不重要。一天后，市政厅再次重申，这人压根儿不掌握安保信息，真不重要。一同出台的还有另一则通告，切断对市计算机系统的所有访问。巴黎总检察长应市长要求严查违反内部安全程序行为。更惊悚的是以低效闻名的法国警察仅2天便抓住了小偷，而这个倒霉蛋则被从重从快判处7个月。当然了，这场小意外呢，没有掀起太大波澜，因为关于巴黎奥运实在是有太多得三，转发加3连，这就是奥运，听巴黎说。当时间步入2000年后，由于日益狂飙的成本与威望加成不足的矛盾，原本你争我抢的香饽饽奥运逐渐成了滚烫的铁水。以伦敦奥运为例，为了充分展示戴英国富民强，2005年的申办会上，戴英豪气掷出23.7亿英镑预算力压群雄，但仅仅2年后，预算就从23.7亿英镑小涨到93亿。不仅如此，开幕第2天，40多个组织高举抗议史上最贵奥运的旗号，冲上街头，成功让戴英名垂千古。2016年的里约奥运倒是节省，官方开销仅46亿美元。美中不足的是当年巴西正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，奥运会的一脚油门直接把里约干破产了。另外，里约奥运口号是让世界重新认识巴西。但当各路代表团抵达里约后，凭借花式被偷被抢的奇闻，成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巴西。等到2017年的2024奥运举办城市角逐中，总体不太激烈，5个竞选城市有3个提前弃权，剩下的洛杉矶和巴黎则陷入摆烂，因为大家看明白了，如今的奥运要经济有苦头，要面子有苦头，要影响力有苦头，这是曹操斩杨修，因为鸡肋呀。眼瞅着这年头冤大头不太好找奥委会索性特批，哎呀，就你俩了，一人一届。虽然得来不费功夫，但意义却非常重，因为这是巴黎成为继伦敦后跨越100年、历史为2的3次举办奥运的都市。因此，对于本届奥运，法兰西的态度很明确：亮高卢之物力，助帝国之荣光。奥运举办那家强，欧洲大区巴黎王，66爻重磅投入，千年古城文化熏陶，法国巴黎奥运会。作为世界浪漫之都，巴黎奥运会开幕将历史首次搬到塞纳河上，上万运动员乘船入场，沿着巴黎经典线路开启水上观光，卢浮宫、大皇宫、巴黎圣母院、埃菲尔铁塔通通亮相，预计现场60万观众汇聚一堂，要让世界看见法兰西的荣光。更精彩的还是赛事，32个运动大项蓄势待发，329枚金牌等你来拿，35个奥运赛场尽展风华。大皇宫的击剑，协和广场的霹雳舞，战神广场的沙滩排球，荣军院前的射击比赛，凡尔赛宫的花园赛马，咱老周底蕴强，这就满足了。 No， 巴黎奥运不仅仅在巴黎、马赛、里昂、南特均有赛事，甚至距巴黎15000公里的法属大溪地也承办了冲浪。咱法兰西国土广，我们郑重承诺，所有持票观众均可享受免费交通，还有4.5万志愿者，超3万安保人员为您保驾护航，阵仗赛蓝翔，效果王中王。当然了，看过星辰视频的都知道 PPT 仅供参考，何况这可是法国呀。首先是奥运村的选址，法国大胆的选在了巴黎北郊的圣但尼市。为啥说很大胆呢？介绍下该市所在的圣但尼省是法国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，大量非裔、阿拉伯裔、难民、偷渡客、毒贩、极端分子汇聚，主打一个民族大融合，天下一家亲，交流靠子弹，沟通用刀兵。
在2023年全法最危险的20省评选中，该省以人均遭遇犯罪率10%荣居榜4。什么？榜2的是巴黎？好吧，那当我没说啊。对此，法国的解释是呢，将这里作为奥运跳动的心脏，可以让该地区人民重获自豪感，并提振当地经济。自豪感如何另说，但经济绝对提振了。2023年10月。蒙古奥运代表团负责人前往巴黎参加安全会议，当乘车从戴高乐机场行驶到朗迪隧道后，被2名摩托战神砸碎车窗，抢走全部行李及随身珠宝，总价高达57万欧。而朗迪隧道属于圣丹尼省，位于戴高乐机场前往巴黎的必经之路。后来坊间有诗一首啊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会不在盛，节约才赢。私事郊外，移民荣亲。白日骚声乱，夜半静低鸣。谈笑有狂徒，往来卖白冰。可以长自豪，提信心。朗迪隧道外，委员车逼停。奥委云办起来就行。为了减少碳排放，将本届奥运打造成最绿色的奥运，巴黎奥运村还开创另一项壮举：不装空调。如果说奥运村建在犯罪高发区是谋财，考虑到近年欧洲夏季的热浪，奥运村不装空调，这就是害命了。以2019年为例啊，法国气象中心在巴黎检出了42.6摄氏度高温，一举刷新1947年来历史最高气温纪录。而2023年的4次热浪更是让超5000法国人死于酷暑天气。根据法国气象中心预测，2024年奥运期间巴黎气温有望再创新高。弹幕里的刘亦菲可能要问了，那运动员怎么避暑呢？对此，法兰西有高招，奥运健儿们将体验到独一无二的自然降温办法。奥运村采用隔热膜、特殊材料以及特定设计制成了自然制冷系统，确保即使室外温度超39摄氏度，室内也能保持23至26摄氏度。如果实在过热，还有风扇啊，什么？这还不够凉爽。虽然官方不提供空调，但如果代表团实在需要，你们可以向奥组委申请租啊。高情商减碳，低情商得加钱。此言一出，友邦惊诧，希腊、爱尔兰纷纷付费为运动员安空调。澳大利亚奥委会负责人则怒斥：奥运是高强度运动，我们不是去野餐。我有一计，请法纪静听啊！要不免费安空调，然后给奥运村装电表，骨折价100欧一度，预充500万，立减10元，肯定能大赚呐！除了周边治安有点紊乱，空调不开凸显低碳。巴黎奥运的另一大特点属于是逛窑子吃豆腐渣，该省省该花花。相比于大兴土木，最后亏得卖棺材板的东京、伦敦奥运，法国选择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：减少建设。本届奥运75%场馆用旧的，20%临时搭建，甚至主体育馆都是1998年为世界杯修的法兰西体育场，历史氛围感相当浓厚。当然了，巴黎奥组委宣称啊，这是为了贯彻绿色参与的奥运主题，响应在巴黎签署的气候协定等等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不仅不花钱，甚至准备发财。申办奥运时，巴黎曾承诺为所有持票观众提供免费公共交通，然后世界就见识了一把什么叫法兰西速度。承诺是2017年许的，但仅维持到2023年。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克雷斯便宣布推出奥运特别票价，地铁单程票2.1欧提升到4欧，免费。什么免费？谁答应的你找谁去啊？维持原价更不可能。奥运期间100万旅客游巴黎，交通公司必须增加15%的地铁和公交，这意味着更多的成本呢。不涨价我们就亏了呀。很喜欢笔友的一句话啊。当然了，涨价的不光地铁，还有巴黎重要景点卢浮宫门票，也将实现7年来首次调整。标的最狠的还是巴黎酒店的价格。开幕式前夜，巴黎酒店平均价格涨到超1000欧。甚至有从304欧涨到2083欧，翻7倍的。好家伙，难怪 BBC 亲切地称其为黑店呢。对此巴黎奥组委也很无奈涨价是商家的自由，与我们无关。不过我们会严查，严打价格不透明情况。图啥呢？图哈切夫斯基。听到这里弹幕里的吴彦祖们可能会好奇，如此精打细算，本届奥运想必非常省钱吧？答曰如省。因为政府高昂的赚钱热情成功让法国人激动了，政府赚洋人的钱，咱得赚政府的钱呐。于是老区人民掏出压箱底的手艺，罢工。众所周知，作为以每1000名员工每年罢工114天冠绝欧美的法兰西，在罢工这块相当训练有素。
而且每次都能出新花样，比如开拖拉机占领高速公路啊，把羊群赶大街瘫痪交通啊，向政府大楼喷粪呐，用臭鸡蛋招待警察。既然巴黎要办奥运，那怎么好错过如此优质机会呢？2023年10月，正在紧张翻修的拉夏贝尔奥运馆突然被120名工人占领，随即敲锣打鼓开始团建。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交涉，原来他们都是施工方雇佣的无证移民，每天12小时工作，但工资只有60欧，要求就一个，给所有无证工人合法居住权、工作许可，否则就让工程彻底停摆。考虑到要求确实合理，加工之期实在紧张，市政府很快便满足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当消息传出后，这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呀！1个月后，消防员也发出威胁，不增加假期就在奥运期间罢工，同时呼吁全国响应。随后，巴黎公交也提出，如果不答应大幅加薪，将罢工持续到残奥会结束，让游客全部腿着走。这一妙计成功赢得法国国铁的响应。当然了，罢工嘛，找警察呀。遗憾的是，警察也罢。好消息是，法国决定投入7万名警察负责安保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奥运期间所有警察不准休假。坏消息是，每年夏季是警察度假高峰，这下人不乐意了，这破事爱谁干谁干，反正我们不干。当然了，实在要干也行，得加钱。什么？你不许？2014年1月，300多名警察乘坐旅游大巴，高唱马赛曲，冲到警察总部示威罢工。几乎同一时间，40多名警员冒着大雨集结，扰乱连接法德的欧洲大桥入口交通。在警察的带头作用下，很快巴黎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也竖起告示牌，因罢工关闭。法国总工会则准备发起奥运罢工，真可谓奥运村里看分年，听取罢声一片。面对一片勃勃生机、万物竞伐的景象，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提出休战，可不敢乱来呢。奥运会罢工，法国的脸面就不保了呀。然后迅速得到回应，哇哦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！眼看法兰基吃硬不吃软，巴黎地铁、急诊医生、街道清洁纷纷行动。马克龙先生，你也不想你的奥运会变成一团糟吧？面对这群嗷嗷待哺的臣民，内政部也麻了。嗨，咱先把警察稳住吧，承诺发放1900欧补贴，外加10天调休。除了场馆选址有点奇葩，制冷策略有点拉胯，景点交通有点涨价，罢工浪潮有点宏大。为了彰显上国富饶、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，重现横跨100年奥运健儿重回塞纳河乘风破浪的壮观景象，巴黎奥运除了将塞纳河搬进开幕式外，还将游泳比赛设置在了塞纳河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如今到处垃圾、臭气熏天的塞纳河，相比100年前确实难看了不少。早在1923年便被法国政府明令禁止游泳。为了能在这条已经100年没人游泳的臭水沟举办奥运比赛，2017年法国宣布斥资14亿欧治河启动。经过足足6年努力，光挖掘一个特大污水蓄水池就花了5亿欧。2023年，巴黎郑重宣布水质符合游泳赛场要求。没想到，当年夏天的一场暴雨直接将塞纳河打回原形，细菌浓度飙到了10年峰值。这14亿欧治了个啥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当年8月，世界泳联决定取消原定在塞纳河的奥运测试赛，但法国政府不干了。这河哪里脏了？这么多年都这个水质好吧？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我们治理很难的，多多找找自己原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运动员有没有好好锻炼？正赛就搁这儿办。被逼无奈的马拉松游泳卫冕冠军库尼亚在2024年公开呼吁：青天大老爷啊，这河游泳真要命啊，咱换个地儿吧。但遭到拒绝。这边是未来塞纳河里苦命的人，那边是古希腊掌管举办的神。面对汹涌舆论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：我会去塞纳河游泳，但不会透露具体时间，以免大家都去围观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还没完呢，像去年5月，法国奥委会主席恩里克因宫斗宣布辞职。1个月后，奥组委卷入贪腐丑闻，总部被警方突击，具体搜出来啥，现在也没公布。嗨，此处我有一联，上联100年底蕴，环保干净，塞纳河畔识自信。下联万民苦劳，罢工浪潮，巴黎城北天自豪。1900年第2届奥运花落巴黎，东道主法国一举斩获了他们迄今为止最好的奥运成绩，26枚金牌。
当时的法国，当时的时代，正如导览手册所写，这是一个探索发现最多、科学最发达的世纪。世博奥运正是整个世纪非凡成就的顶峰，彻底革新了世界经济秩序。1924年，法国再度击败美国、荷兰、西班牙，将奥运迎回巴黎。彼时财大气粗的法兰西豪掷1000万法郎预算，并首次可以将各国代表团集中安置，这也成了现代奥运村的雏形。还在巴黎郊外新建了一座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，举办开幕式。开幕当天，44个国家受邀，各国皇室名流列席，盛况空前。自此，奥运正式成为一项大型国际赛事。时隔100年，当2024年奥运重回巴黎，然而安保计划被偷，罢工持续不断，奥运村负面频发，让这个曾经浪漫的巴黎，正如污染超标的塞纳河一般动荡不安。或许同样的还有奥运，甚至是整个世界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星辰，一键3连，更多好看。